这只野生灵鼬正探头探脑嗅着什么，下一秒趁人类不注意，竟鬼鬼祟祟闯了进来。在门口停留四下观察无人后，直接顺着地板的缝隙钻进了房主家的杂物间。灵鼬进屋后并没有立即展开行动，而是谨慎地环顾四周，确认房主不在家后，便直接一股脑钻进一旁的红桶内一顿翻找。但灵鼬震惊地发现，想要寻找的东西并不在。此刻他小小的脑袋产生大大的疑惑，甚至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于是又在桶内桶外连续寻找了半天，却依旧没能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。不甘心的小灵鼬来到了院子里，在长椅上发现了2个白桶，毫不犹豫跳上去，在白桶里继续翻找起来。可2个白桶也被他反复寻找了一遍后，小家伙依然没能找到心仪的东西。那么这只野生灵鼬究竟是在寻找什么呢？难道说这家房主偷了他什么宝贝不成？直到小家伙发现远处杆子上晾晒的鱼后，瞬间激动的蹦蹦跳跳跑了过去。合着他找半天的东西就是这些鱼啊，那么他又是怎么知道房主家有鱼的呢？原来就在不久前，野生灵鼬亲眼看到屋主大爷捕了一大堆鱼。聪明的小家伙明白不能明目张胆的抢夺，决定等待时机，打算趁房主不备偷窃。于是这也就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，野生灵鼬趁大爷不注意，鬼鬼祟祟闯入杂物间，还目标明确的直奔之前装鱼的桶就摸了过去。可灵鼬万万没想到，这么周密的计划居然落空了。原来大爷早已将鱼挂在杆子上，准备制作咸鱼。不过小家伙最后还是发现了晒在太阳底下的鱼。灵鼬抱着贼不走空的想法，决定将偷鱼计划进行到底。殊不知他这一系列的举动全都被远处的大爷看在眼底。只见小家伙一蹦3尺高，爬到晾晒咸鱼的最高处。没想到这家伙体型虽小，但野心却大得出奇。他直接从众多咸鱼中挑选了一只最大的下手。忙活到一半时，似乎察觉到暗处有人偷窥自己。只见小家伙歪着个小脑袋和镜头来了个深情对视，停留一会儿发现安全后，又继续开始偷鱼。经过一番操作，大鱼竟成功被他从绳子上弄了下来。咸鱼落地后就激动地跑了过去，叼着大鱼使出吃奶的劲，想要把它拖回家，但他弱小的力量根本无法拖动比身体还大的鱼。见此一幕的大爷走上前想要逗逗这个小可爱，没想到在发现有人类靠近后，小家伙非但没有害怕的跑掉，反而还转过身奶凶的驱赶着大爷，仿佛在说我凭本事偷到的鱼就是我的。对此行为大爷是哭笑不得，他知道这家伙肯定是带不走这么大的鱼，于是将大鱼重新挂回杆子上便离开了。没想到大爷前脚刚走，这只野生灵鼬又屁颠屁颠跑了回来。饿着肚子的他不甘心，忙活半天却毫无收获。不过这次小家伙学聪明了，在那条大鱼上短暂停留后便放弃了，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力量带不走这个大家伙。只见灵鼬这次挑选了一条小鱼，灵鼬本着既然打包带不走那就堂食的想法，然后对着这条小鱼狼吞虎咽的啃个不停。而大爷自始至终都将灵鼬的行为看在眼底，他不但没有赶走他的意思，甚至还有想让灵鼬在这里白吃白喝的想法。毕竟大爷长期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山林里，灵鼬的到来给他原本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一丝乐趣。灵鼬似乎也察觉到眼前的人类不会伤害自己，于是自那以后隔3差5就会来大爷家偷鱼吃。即便大爷把鱼藏得再隐蔽再高，小家伙都能精准找到。有时候大爷还会主动给他喂鱼吃。现在野生灵鼬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人类，甚至已经敢趴在大爷手上享用投喂的美食。在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中，一人一鼬之间的感情急速升温，成为了好朋友。如今小家伙对大爷是100%的信任和依赖，每天都会蹦蹦跳跳来大爷家拜访，大爷也会准备大量的食物来招待他。如今灵鼬的到来不仅仅是为了食物，更多的是为了来看望这个善良的人类。有时候大爷不在院子里，小家伙甚至会大胆地跑进屋子里寻找大爷，即便吃饱喝足后也不会立即离开，而是留下来让大爷陪他玩耍一会儿。现在大爷的屋子已经变成了小家伙的游乐场，而他给大爷的回报就是无价的陪伴。因为有了灵鼬每天的拜访，给大爷原本枯燥乏味的晚年增添了一丝温馨和快乐，这也是小家伙变相的报恩方式。在此不得不感叹，真的是万物皆有灵性啊。这位大叔趁白骨顶鸟夫妇外出，居然用3枚高仿蛋换走了1枚真正的白骨顶鸟蛋，将这枚稀有的鸟蛋占为己有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这对白骨顶鸟夫妇下了一窝又一窝蛋，但却没有成功孵化出来过一次，因为每次蛋还没孵化前就神秘失踪了，也不知道是谁一直盯着他们的窝偷蛋。照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，白骨顶鸟迟早得断子绝孙了不成？于是好心的大叔决定帮助这对可怜的夫妻。为了查出背后的偷蛋凶手，大叔特意在巢穴旁边固定一个木桩，并安装了摄像头进行24小时监控，坐等背后的神秘凶手出现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叔的动静太大，让凶手提前察觉，接下来好几天都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期间监控只捕捉到一只青蛙光临过这里，但很显然他并不是那个凶手。大叔为了防止偷鸟贼出其不意，于是想出了个狸猫换太子的办法，凭着高超的手艺制作了几颗假鸟蛋，趁着白骨顶夫妇在外面觅食的功夫，拿着高仿蛋换走了巢穴里那枚真蛋。
这样即使偷鸟贼出现也不会得逞了。就是不知道白骨顶夫妇回来会不会发现鸟蛋被调包。没一会儿，白骨顶鸟妈回来一瞅，鸟生第一次感觉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，难道之前一直都数错数了？不过蛋多了，白骨顶妈还感觉挺高兴的。过了几天，巢穴里又多了一枚真鸟蛋，大叔二话没说，继续以假蛋换走真蛋。而那2枚被拿走的鸟蛋，大叔一直放在温度适宜的孵化箱中帮忙孵化。经过721天的孵化，其中1枚鸟蛋比计划中提早破壳，里面的小鸟不停挣扎着想要钻出蛋壳，很快暴露出了它的身体。大叔轻轻拿起小家伙，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雏鸟幼崽，面部的毛发金黄以及一双乌黑的大脚丫，一看就特别的稀有。原本大叔准备在破壳前将鸟蛋还回去的，可现在明显打破了他之前的计划。大叔连忙查看了第2枚鸟蛋，观察后发现这枚鸟蛋也快到了破壳期，于是大叔赶紧把它归还白骨顶夫妇的巢穴中。他希望这1枚鸟蛋里的小生命出生第一眼见到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。果然第2天，这只幼崽在白骨夫妇身边顺利出生，白骨妈温柔地呵护着幼崽，随后耐心地开始教幼崽怎么觅食。与此同时，大叔正在想办法照顾着另一只幼鸟，可无奈他只会帮忙孵蛋，压根就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稀有的小家伙照顾长大。显然让他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才是最好的选择，毕竟有些东西只有父母才能更好的教会孩子。但白骨顶鸟夫妇还能认出并接纳他吗？大叔带着幼鸟来到池塘边，放回巢穴中，并顺手取走了之前制作的几枚高仿蛋。接下来就看白骨顶鸟夫妇看到孩子后的反应了。没想到幼鸟率先看到了远处的父母和兄弟，本能告诉他那是他的家人，他猛地跳下水中呼唤着妈妈。白骨顶夫妇发现后也迅速朝他游来，仔细打量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幼鸟，确认过眼神还真是亲生的崽。白骨顶妈立即叼了点食物喂给孩子，这也就意味着白骨夫妇接纳了这只幼鸟。一家4口游荡在湖中，场面其乐融融。守在不远处的大叔看到这一幕，欣慰地笑了。这一刻他明白自己的任务结束了，等到下次白骨鸟夫妇需要帮忙他再来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表示支持。这大概是我见过最幸福的一只鸭子，身材肥硕的它不仅没被送去烤鸭店，甚至还被这位大叔宠成了个宝。大叔每天啥事也不干，从早到晚就带着小鸭子四处游玩。这只鸭子不仅玩过的地方比我还多，甚至连每餐的伙食都让人羡慕不已。这不，大叔带着他来到了麦当劳，点餐的时候服务员都被看懵了，工作10几年还头一次碰到鸭子顾客，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。大叔熟练的给自己和鸭子点完餐后，还特意要了一个空杯子，原来他担心天气炎热鸭子会口渴，于是为他接了一大杯冰水，接着便找了个卡座，一人一鸭相对而坐，还挺像那么回事。今天鸭子的伙食是一份蔬菜沙拉，小鸭子吃得非常开心且相当熟练，显然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只是蔬菜似乎已经有些满足不了他了，大眼睛一直盯着大叔那边的薯条和汉堡，仿佛也想尝尝是个什么味道。大叔见状立即用嘴巴进行投喂，真是有求必应，宠溺的不行。店里的工作人员纷纷围在一起好奇地打量着，就连外面揽客的小丑工作人员都撂挑子跑进来要和小鸭子合个影。吃饱喝足后，大叔还细心地打扫起餐桌的卫生，他不想小鸭子因为弄脏了什么而落人口舌。那么大叔为何对他如此的宠爱呢？原来就在2年前，大叔兴致勃勃买来6枚鸭蛋孵化，原以为1个月后就会收获6只可爱的小鸭子，但由于大叔也是第一次孵化鸭蛋，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导致5颗鸭蛋坏死，这让大叔非常的愧疚和自责，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最后1颗蛋上。好在不负众望，1个月后小黄鸭顺利破壳而出。因为大叔一直对前5颗鸭蛋有些愧疚，所以对唯一的这个独苗是百般的宠溺，每天都是好喝好吃的伺候着。小黄鸭在大叔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茁壮成长，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模样，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变成了一只成年鸭，一身雪白的羽毛，颜值非常高。大叔一有时间就带它出门溜达显摆，因为大叔非主流的装扮，再加上可爱的小鸭子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因此瞬间吸引了路上行人的注意，引来众人纷纷围观拍照，就连这位大爷都忍不住凑上来看个热闹。大叔感觉显摆的差不多了，便带着小鸭子一起去逛超市，给他买玩具，甚至还带着他一起去商场逛街。大叔每次买东西之前都要给小鸭子看看，只有他点头同意后，大叔才会付款买下这个物品。之后大叔又带着小鸭子去买衣服，看到好看的衣服就会给它试穿，你别说穿上衣服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小鸭子则全程高度配合着主人，无论主人在它身上试穿多少件衣服，它都不厌其烦地站在原地配合着。相比于给小孩子买衣服，这可轻松太多了，只要大叔喜欢的小鸭子就喜欢。在结账的时候又成了另外一道风景线，收银小姐姐任由小鸭子在传送带上肆意行走，自己则拿着手机忙着拍照记录这有趣的一幕。最终大叔还是选了第一次试穿的红色小帽衫，这样的穿衣风格和大叔的夹克简直完美搭配。小鸭子穿上衣服走起路摇摇晃晃，实在太可爱了。
买完东西，大叔又带着小鸭子去游戏厅玩耍。小鸭子虽然没手无法玩游戏机，但它也不闲着，不停地指挥大叔操作，一人一鸭玩得不亦乐乎，嘎嘎嘎叫着，看起来非常的开心。接着大叔带着小鸭子去花鸟市场参观，相比较于笼子里的那些鸟禽来说，这只自由的小鸭子可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大叔居然又带着鸭子去参加了一场马拉松。小鸭子混在参赛选手的人群里，伸着脑袋，摇晃着身体，努力地向前奔跑着。附近的参赛选手忍不住为这小家伙加油打气，大叔则负责在中途提供喂水喂食服务。整个过程中，小家伙都有模有样的。虽然是中途加入的，但他还是坚持跑完了10公里，在大家的欢呼和鼓掌声中冲向了终点线。最后还冲着采访镜头发表了一番获奖感言。自此，小鸭子充实且有趣的一天终于结束了。从早到晚吃喝玩乐一条龙，样样都没落下。临回家脖子上还多了块马拉松奖牌，这小日子过得实在太让人羡慕嫉妒了。这是无人机拍下的惊险一幕，海豹妈妈温柔亲吻了她的孩子，可下一秒凶猛的海浪将幼崽卷入大海，幼小的海豹瞬间被海浪冲出去好几米远，海豹母子被迫分离。此时海水已经将小海豹完全淹没，它拼命的挣扎却无济于事。这对于刚出生10几天的海豹幼崽来说非常危险，长时间在水中无法脱困，恐怕会凶多吉少。那么小海豹能安全的存活下来吗？好在这个幸运的小生命被海浪裹挟着冲向岸边，随着海浪减弱，小海豹离岸边越来越近，眼瞅着它马上就要安全了。可小海豹却突然转身朝大海游去，原来它是要回去寻找海豹妈妈。就这样再一次被卷入海浪当中，这次小海豹是否能再次幸运的脱离危险呢？它在大海里被浪花连连冲击，最终被冲到了一堆岸边的岩石上，恰好这边海岸栖息着众多的海豹。小海豹以为妈妈也在其中，于是激动地迈着爪子朝岸上爬去。上岸后的海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休息，而是急切地想要找到妈妈。它很担心妈妈的安全。一旁的大海豹察觉到了这个新来的小家伙，好奇地靠近瞅瞅，这是哪里来的熊孩子？望着其他海豹宝宝都有妈妈在身边，小海豹感到焦虑不安，甚至开始委屈地哭泣着。才10几天大的它每天需要2升的母乳才能生存，它必须尽快找到海豹妈妈，不然等待它的结果可想而知。又累又饿的小海豹努力地挪动着身体，但放眼望去，海岸边的海豹们数不胜数，要从中找到它的妈妈并不容易。终于，小海豹在海豹群里似乎发现了妈妈，激动地挪动着身体试图靠近，但大海豹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，随后竟然头也不回地转身准备离开。原来小海豹认错了妈妈，小海豹还没来得及难过，就被另一只恶霸海豹盯上，张着大嘴对小海豹又咬又挠的。小海豹用尽全身力气挪动着身体，害怕的拼命逃跑，头都不敢回一下。之后小海豹在海豹群里寻找了很久，跟随了一只又一只酷似妈妈的海豹，可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妈妈，最终精疲力竭，再也无法挪动半步，疲惫不堪地趴在地上，绝望地闭上双眼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海豹妈妈也在焦急地寻找着小海豹，她沿着小海豹被冲走的方向攀爬了一个又一个岩石，甚至因误入别的海豹群而遭到殴打驱赶。终于在海豹群中看到了一只与小海豹相似的孩子，海豹妈妈激动地上前查看，下一秒又失落地转身离开，因为这并不是她的孩子。即便一次次遭遇挫折和失望，海豹妈妈仍然没有放弃寻找小海豹，因为她能感到孩子在呼唤自己，只要她坚信小海豹还活着，努力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它。终于在傍晚时，海豹妈妈又找到了另一批海豹群，虽然已经不记得这是自己寻找的第几个群体，但她终于在其中看到了她的小宝宝。母子重逢的画面感动着无数人，海豹妈妈顾不上跟孩子亲热，她更担心的是小海豹已经饿1天了，于是赶紧调整位置开始哺乳孩子。海豹妈妈挥动爪子拍着小海豹脑袋，让小海豹多喝点，吃饱饱的。小海豹终于重新回到妈妈温暖的怀抱中，这也应了那句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海豹妈妈庆幸自己及时找到了孩子，孩子的安然无恙就是最大的幸福。最后，可爱的小海豹张开小爪子，欢快地躺着，眯着眼睛望向天空，感激这份劫后余生的幸福，更是感谢老天让他和妈妈团聚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表示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